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日三餐四季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鸡蛋是我们居家生活中常备的食材，做很多美食时都会用到它，也是很多朋友早餐必吃的美食。早餐吃鸡蛋，水煮蛋很受大家欢迎，它不但香嫩可口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经常吃水煮蛋的朋友都会遇到鸡蛋皮不好剥的问题，剥时往往会连蛋白都一起剥下来，蛋白粘在蛋壳上，扔了可惜，吃起来还挺费劲，剥出来的鸡蛋坑坑洼洼不好看，还影响口感。那么怎样煮鸡蛋才更容易去皮呢？下面我就分享一下煮鸡蛋的小妙招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。鸡蛋的烹饪方式有很多种，所以几乎每家每户都储存一些鸡蛋。鸡蛋可以用来做水蒸蛋，还可以做一些鸡蛋炒黄瓜，都是一些不错的美食。但是从鸡蛋的营养价值来看，水煮鸡蛋的营养价值最高了。那么说到水煮蛋，你真的会做水煮蛋吗？有的人煮出来的蛋壳很难剥皮，还有的人煮出来的鸡蛋特别的老，一点也不好吃。如果煮鸡蛋的时间控制不好，那么有可能会吃到溏心蛋，时间一长，蛋壳就很难剥了。越是简单的食材，越是需要一定小技巧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真正水煮蛋的小技巧。如果你经常吃水煮蛋的话，不如来看一看，和你平常煮水煮蛋到底有哪些其他不同的做法吧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和大家直接上干货了。很多人在煮鸡蛋时，从冰箱拿出鸡蛋直接放到锅里煮，煮熟后却发现鸡蛋都裂开了。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刚从冰箱拿出的鸡蛋是低温的，直接放入锅中加热，导致鸡蛋的温度急剧上升，所以鸡蛋会裂开。只要煮前多加一步，把从冰箱拿出的鸡蛋在温水中泡5分钟，或是在常温下放置30分钟，使鸡蛋回温，这样煮出的鸡蛋就不会开裂了。把鸡蛋从冰箱拿出后，首先检查鸡蛋是否有裂痕，把有裂痕的鸡蛋挑出来，准备半盆40度左右的温水，放入鸡蛋浸泡5分钟。这个浸泡的过程，目的就是让鸡蛋快速回温。当然，如果有时间，也可以把鸡蛋在常温下放置30分钟，目的也是让鸡蛋回温。取出鸡蛋，把表面的杂质清洗干净，用精盐水冲洗一下鸡蛋的外壳，这样鸡蛋外壳的鸡血以及大肠杆菌就不容易被我们吃到肚子里了。同时用精盐水清洗过鸡蛋之后，鸡蛋也不容易裂壳了。用精盐水冲洗过之后，将鸡蛋放入蒸锅内，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同时在里面滴入10滴的白醋。白醋和精盐的作用差不多，都能保护蛋壳不裂伤，同样给鸡蛋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鸡蛋洗干净放入锅中，倒入没过鸡蛋1半的冷水，煮至沸腾后改中小火煮6分钟，然后再焖4分钟，这个时间煮出的鸡蛋刚好完全熟透。如果喜欢吃溏心鸡蛋，可以不用焖就是溏心的。但是煮鸡蛋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分钟，若是超过8分钟，煮出的鸡蛋黄有点发黑，不仅蛋白口感发硬，营养成分也会流失。所以建议煮鸡蛋的时间不要超过8分钟。煮好的鸡蛋取出，晾至温热，找准大头，轻轻一颗鸡蛋，稍微揭开一点壳，鸡蛋与壳就会完全分离，又嫩又滑的鸡蛋就包好了。煮鸡蛋的技巧是，从冰箱取出的鸡蛋，通过温水浸泡或常温放置回温，洗净放入冷水中煮开，中小火煮6分钟，
再焖4分钟，煮出的鸡蛋不开裂，口感滑嫩，营养不流失。这样煮好的鸡蛋，剥壳特别简单，1秒1个的，特别快，关火之后鸡蛋就熟了。这时候我们准备1盆冷水，温度越低越好，然后把熟的鸡蛋捞出来，迅速放入冷水当中。这样热的鸡蛋急速降温，鸡蛋壳就会产生很多细纹，加上当初用白醋浸泡过鸡蛋壳，就非常容易剥下来。以后煮鸡蛋多加这一步就可以了。看看剥壳是不是很快啊？太棒了！接着用煮好的鸡蛋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独特的吃法。鸡蛋的这个做法是老一辈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，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吃法，在7080的饭桌上面经常见到。而现在呢，很少有人见到，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一个紫皮大蒜。现在也是新鲜大蒜上市的季节，有条件的朋友尽量选择新鲜的大蒜。刚出土的新鲜大蒜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香浓，蒜汁也更加丰富。当然在选择大蒜品种的时候，选择这种紫皮大蒜比白皮大蒜口感要好得多。再准备1个蒜臼，将大蒜放到蒜臼里面，每一次放的量不要太多，用木墩子将它捣碎。家里面没有蒜臼，我们也可以找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碗，接着再放入大蒜。用家里面的擀面杖来捣蒜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很多人在捣大蒜的过程中，大蒜末溅得到处都是，这是因为一次性放大蒜太多了。捣大蒜的时候可以几颗少量的放入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大蒜末溅得到处都是。其余大蒜完全捣碎之后，再加入其他的大蒜，每一次加1到2颗就可以。这样捣大蒜不仅快速干净，而且捣出来的蒜泥也更加的细腻。1勺盐，一点点蚝油、芝麻、香油、生抽、胡椒粉，一点点凉白开，充分的搅拌，把里面的料汁搅拌至融化，让所有的调料充分的被蒜汁吸收。本来是几个普普通通的鸡蛋，一下子就变得特别高档起来，味道也是不一样了。加上一点我们做好的鸡蛋之后，本来特别普通的馒头就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样子。光看起来就非常高级，当做早餐既营养又好吃，超满足的，再配上一杯牛奶，一顿简单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蒜口感超级棒，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快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